看，这修罗已经在肆意横扫了，根本没人挡得住他。这煞星来了，赶紧逃啊！躲开，赶紧躲开！一群废物！竟然挡下了我一斧！刚刚那人竟然挡下了修罗的一斧，而且还完好无损地挡下来，仅仅只是被胡略微震退。快查查那人是谁！统领，刚刚那人是我血冥府内一名天神，他的名字叫做血风。啊，是我血冥府的！哈哈哈哈！哎，那人是我血冥府的血风，很厉害的小家伙。血风，来自血冥府的。这血风实力不弱呀，战场上那么多展露实力的最强天神，没人可以正面挡下修罗的一斧而不死，可这小家伙却挡下来了。单论实力，修罗排第一，这血风估计可以排在第2位。这小家伙有点意思啊，明明实力不俗，可这场混战厮杀那么久，他的表现却一直普普通通。若非是修罗碰巧找上了他，恐怕到现在我们还没看出他的真正实力来。其实我们早就看出来了，你们看这场混战当中，除了像修罗他们几个实力极强的最强天神之外，其他那几个天神个个都是精神高度集中，经常被逼得异常狼狈。可唯独这小家伙，他在这场混战当中表现虽然平平，可身形却丝毫不见狼狈。你现在这么一说，我也注意到了。这个人实力倒是不错，即便是我，如果没有化为古神的话，估计也无法击败他。经过刚刚那次碰撞，估计外边那些强者都看出我是在隐藏实力了。都停手！能够在刚刚那场混战当中走到最后的1000人，可以留下来成为我护龙军的一员。至于其他人，从哪儿来的便回哪儿去吧。诸位，将你们各府通过了选拔的人名单信息留下来，然后带着那些失败的人离开吧。你们通过了护龙军的选拔，从今天开始，你们便都是护龙军的一员。这是你们的战甲，护龙军所属，不管是在外执行任务，还是在营帐内，都得穿这身战甲，这是规矩。这战甲是经过特殊方式炼制的，不仅具备一定的防御能力，还可以自由控制体积大小。你们各自拿一套吧。这战甲防御能力极强，可穿在身上却非常轻。现在跟我走，去护龙军军营。血鹰卫，是血鹰卫。血鹰卫，这位兄弟，你说刚刚进入军营的3个人是血鹰卫？什么是血鹰卫啊？血鹰卫隶属护龙军，被称为护龙军最尖锐的利爪。你们也都知道，护龙军是东土大唐最精锐的部队。可实际上，护龙军内部又分成了2大神卫。第一种神卫是护龙卫，负责皇城内外治安。在护龙军里面，9成9的军士都是护龙卫。像我们这些新兵也会成为护龙卫。不过，除了护龙卫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神卫，名为血鹰卫。这血鹰卫便是护龙军里面的特殊机构。特殊机构？如果说护龙军的军士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的绝对精锐的话，那么血鹰卫便是精锐中的精锐。这血鹰卫的任务便是替皇室完成一些无比隐秘、无比危险的任务，比如暗中抹杀东土大唐内的一些家族，比如暗中清除一些强者，还有东土大唐内一些极具权势、拥有特殊地位的人，都是由血鹰卫去暗中保护的。这样啊？就是因为血鹰卫要去完成的任务大多非常凶险，所以有资格进入血鹰卫的，必然也是护龙军当中真正的强者。据我所知，能够成为血鹰卫的，一般都得具备第4部永恒境的实力。什么？血鹰卫的门槛都是第4部永恒境？那你可知道这血鹰卫当中一共有多少人呢？具体有多少我也不清楚，但据我估计，绝对不会少于1000人。最弱的都是第4部永恒境战力的血鹰卫，不会少于1000人。我还听说，那血鹰卫的待遇远在护龙军军士之上。护龙军里面很多强者争破头都想进入血鹰卫，可惜没那个资格。待遇更好？
兄弟，看样子咱们投缘啊！哎，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血风，你呢？我叫欧阳旭，来自龙心府欧阳氏族。欧阳氏族，先走吧，前面就是我们小队的所在了。先走吧，前面就是我们小队的所在了。咱们的那位队长估计老早便在那儿等着我们了。等我们？为什么？我也是听家族长辈说过，这护龙军看似安逸，可内部却从来不禁止争斗。相反，护龙军内一直提倡靠实力说话。咱们这些新兵刚到军营来，你说说，那些老兵会那么和和气气的接待我们吗？哦，嘿嘿嘿，等了这么久，总算将这几个新兵给等来了。总算有人可以跟我练练手了，老跟队长交手，那完全就是找虐呀！新兵们，既然从今以后都是一个小队的队员了，那现在怎么也得打个招呼吧？啊？打招呼？怎么打招呼啊？那当然是靠拳头打招呼了。我们这支小队从几年前便只剩下队长跟我们2人了，等了几年，总算将你们几个等到了，怎么都得好好跟你们这些新兵交流交流嘛。都别高兴得太早啊，这种交流可不是随随便便跟你们战上一场，而是需要一些彩头的。都别高兴得太早啊，这种交流可不是随随便便跟你们战上一场，而是需要一些彩头的。来了。彩头？赌战？来吧，你们8个一个一个来，每人最起码要跟我们战上一场才行。赌多少？不多，也就20万神晶吧。什么？怎么，才20万神晶而已，你难道还拿不出来？20万神晶，我拿得出，可是什么呀？拿得出来就行。来，赶紧出手！看你是新兵的份上，我们这里包括队长在内的3个人，随你挑。就选你了。跟我交手，很好，来。怎么会这样？哎呀，继续，下一个。哎，下一个谁来呀？啊？这些老兵之前也是经过一重重筛选的，才进入护龙军的，又在护龙军内待了这么长时间，实力比起那些顶尖天神来，的确要强太多了。就算跟最强天神交手，短时间之内估计都不会落败的，且用的神兵也更好些。下一个，快，赶紧的！小子，你准备赌多少？100万神晶。哦，这小子难不成是一位最强天神？100万神晶太多了，我可拿不出来。蝎子，你身家比我丰厚不少，应该拿得出来吧？这战交给你。这人应当比刚刚那个3角眼男子更强，说不定还是一位最强天神。100万神晶，我接了，出手吧。永恒神兵，而且还是等级极高的永恒神兵，还是2柄。怎么会这样？欧阳旭的实力算是不错的了，在最强天神里面也不算弱的了。那蝎子也同样是一位最强天神，2人的实力相差并不多。可惜那蝎子的厮杀经验明显要更加丰富一些。接下来只剩最后一个了，小子，出来吧。我对你不感兴趣。哦，蝎子，又是让你出手的。不好意思，我对他也不感兴趣。你感兴趣的，莫非是我不成？队长，我听说护龙军内不管是天神还是永恒镜都是精锐，这些天神我已经领教过了，但不知护龙军内的永恒镜实力都如何呀？你想挑战我？跟我交手，赌注最起码也得有200万神晶啊！200万！200万！可这小子敢拿出800万神晶来跟我赌战，肯定有所依仗才对，不可能白白送我神晶花。哼！怎么？莫非队长你还怕我这个新兵不成？一次护龙卫选拔能够出现一个修罗已经非常难得了，
我就不信还能同时出现2位。好，我答应你。薛峰，不用担心，出手吧。这般自信啊！哼，我看你是自大。相心第2层次，不过应当是修炼了某一种秘术，战力却达到第3步层次了。怎么会？你输了，愿赌服输，800万神晶，还有之前从这些新人手中赢去的神晶，也全部还回来吧。你们2个呢？啊，薛峰，多谢了，多谢了。都看了这么久了，现身一见吧。是他，他就是修罗。看来我之前的猜测并没有错。什么意思？之前在选拔战上，我跟你碰过面。选拔战上那么多天神，根本没人能够接下我一斧，唯独你，不仅正面接下来了，且完好无损。我当时便看出，你的实力很强，绝不会比我弱上多少。而刚刚看到你与这名永恒境的对决，我更加确信这点了。是吗？那又如何？我这人生性好战，最喜欢做的事情便是挑战各方强者，特别喜欢挑战跟我同阶的绝顶天才。原本我最大的愿望便是挑战且正面击败万古界的第1天神夏燕。不过前不久我听说，那夏燕在紫荆岛外已经被人杀死了。修罗，你想跟我一战？对，但不知你是否愿意赐教。既然这样，那便请吧。我也很想知道，现在的我，在不化为古神的前提下，战力能有多强？啊，在哪里啊？哼，硬碰硬我会怕。果然没有看错，你的实力并不比我弱。既然如此，你便来接我最强的3斧吧。最强的3斧？第1斧劈天，再来第2斧裂地。没想到我施展第2斧都略微处于下风。既然如此，你再接我第3斧。这雪峰他竟然可以跟修罗拼个旗鼓相当。雪峰竟然这么强，之前的选拔上可没看他的表现有多么出众啊。雪峰，你真的很强，在进入血鹰卫之前，能够跟你交手一次，也的确是幸运。血鹰卫？你说你要进入血鹰卫？对，我来参加护龙军选拔，本就是为了进入血鹰卫的，那里才是强者真正应该待的地方。而无比安逸，仅仅只负责皇城内外之外的护龙卫，那是为弱者准备的。血鹰卫不是你想加入就能加入的吧？当然，不过我已经闯过了血鹰卫设立的冰塔考验，且自身身份也没什么问题，进入血鹰卫绝不会有任何问题。哦，雪峰，你的实力并不比我弱，我可以闯过血鹰卫设立的考验，你应当也可以。难道你不打算去试试吗？你说的考验是你刚刚所说的冰塔吧？对，冰塔一共有11层，只需闯过第9层，便已经具备进入血鹰卫的要求。你若是想去试试，我可以带你去。若是有机会进入血鹰卫，
我自然会全力去争取的。那冰塔也的确是应该去试试。修罗，那就麻烦你引路了。跟我走吧。这便是冰塔了。这冰塔内的考验非同寻常，不过以你的实力，闯过第9层应当不会有太大问题。等闯过了冰塔第9层后，你便可以申请加入血鹰卫。这样啊。进去吧。挑战者，你只需要在我手中坚持半刻钟时间，便可进入下一层。半刻钟吗？开始了。这仅仅只是冰塔第1层，倒是也不难。怎么样？还行吧，闯过第10层。什么？第10层？修罗，我已经闯过冰塔第10层了，达到进入血鹰卫的门槛了吧？那接下来该怎么办？你闯过冰塔第10层后，血鹰卫的人自然会立即知道此事，用不了多久便会有人来找你，询问你是否想要加入血鹰卫。如果你答应的话，他们便会询问你的一些基本信息，他们会进行核实，如果核实没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进入血鹰卫了。这么简单？当然不止那么简单。要加入血鹰卫，第一要求是实力，一般都得具备第4波以上战力，这是基本要求。可除了实力之外，还有另外一大要求，便是你的身份。身份？血鹰卫非常特殊，血鹰卫是专门替皇室完成任务的，而皇室的那些任务很多都会涉及到一些东土大唐内部家族势力之间的争斗，很多事情都是在暗地里进行的。如此特殊的部门，对要进入血鹰卫人的身份，自然就有了一些限制。先便是那些曾与东土大唐为敌，或者是本身与东土大唐皇室有过矛盾的人，比如来自另外3大国度的强者。其次就是从东土大唐那些氏族当中走出来的，或是跟那些氏族有不浅关系的强者。最后便是那些身份不明，连东土大唐都没法查到的神秘人物。以上这3个条件，不管满足哪一个，都没法进入血鹰卫。也就是说，我想要进入血鹰卫的话，就得向血鹰卫吐露自己的本名吗？雪峰，看你的样子，莫非你满足这其中的条件？实不相瞒，我倒不是来自东土大唐那些氏族的，也并非是3大国度的人。可我曾经与东土大唐的一方势力有着莫大仇怨，要是我的身份泄露出去，让那方大势力知道，恐怕今后会麻烦不断。这样，这一点你倒尽管放心，血鹰卫对每一个成员的身份来历都会绝对保密，只要不会危及到皇室，不管你做了什么，血鹰卫都不会在意，也绝不会告诉给任何一方势力知晓。这样，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因为我自己就曾与东土大唐一方大氏族有不死不休的仇恨。可只要我不去做那些危及皇室的事儿，血鹰卫便会接纳我，且也绝对会替我保密，不会将我的身份透露给那方大势力知晓。这是血鹰卫从创建开始便一直延续下来的规则，铁一般的规矩，即便是东土大唐皇室现在的掌权者冷帝大人也没法更改。要是这样，我倒是不用担心了。护龙军新兵血峰，我刚刚得知你闯过了冰塔第10层，所以我现在来问你，是否打算加入血鹰卫呀？当然愿意了。将你的名字、来历以及一些背景记录在这枚令符上，我带回去交给统领大人亲自审核。如果审核没有问题的话，我会亲自前来接你去血鹰卫的军营。这血鹰卫的保密工作倒是做得不错呀。暂且在这护龙卫军营内等着吧，过不了几天便会有结果了。
修罗，原来他便是东岩氏族一直在悬赏追杀的北氏余孽。东岩氏族在东土大唐底蕴极深，动手之时也准备得非常妥当，一举将北氏精锐尽除，所有核心强者和族人几乎一网打尽。可偏偏就这个修罗，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竟然侥幸逃掉了。这些年，东岩氏族可没少为杀死他而花心思，可是一直没能真正杀死他，反而令他在磨练当中不断成长，实力越来越强，到现在都成为拥有第4部战力的最强天神了。而且他还来加入我血鹰卫。剑无双，哼，这小子更牛，他竟然是下族疯了要找到的那位天神。紫荆岛血战台上3剑便重伤夏燕，随后独自离开，而下族则是带着他那2名6部永恒境护卫暗中尾随而去。生在紫荆岛外海域上的这一战，没人看到，只知道最后的结果是夏燕还有他的2名护卫都死了。都死了？那夏族2公子如此显赫的身份，身上肯定还有着一些奇特的保命之物吧？可是情报上说，那夏燕将保命之物都用了，结果还是死了，而杀他的很有可能便是这剑无双。不过不管是这剑无双还是那修罗，他们的来历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虽然与夏族东岩氏族有着莫大的仇怨，但是跟皇室却没有任何关系，这2个人都可以接纳。接纳血风、修罗2人。这是你们2个的身份令牌，这令牌代表着你们血鹰卫的身份。不过若是在外执行任务时，不到必要关头，尽量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明白吗？是。你们2个刚加入血鹰卫，也刚来到这里，血鹰卫内的一些事情我会简单的跟你们叙说一遍。既然你们都来自护龙军，那对血鹰卫想来也听说了不少。血鹰卫是负责做什么的，就不用我多说了。我现在要跟你们叙说的是血鹰卫的一些制度。先，血鹰卫内等级森严，同样是血鹰卫，但也分为1爪、2爪、3爪3个层次。1爪最低，3爪最高，层次越高，在血鹰卫中的地位自然也越高。1爪到3爪。你们2个刚加入血鹰卫，还没开始接受任务，现在自然是最低等的1爪血鹰卫。等今后你们接受足够多的任务，得到充足的战功了，自然就可以升为2爪血鹰卫。另外，血鹰卫同样是护龙军麾下，但待遇跟那些护龙卫却完全不同。血鹰卫是皇室手中的一张王牌，对皇室的重要性也不是那些普通的护龙卫所能够相比的。所以每一位血鹰卫都可以在皇室得到最好的栽培。别的一些特权什么的我暂且不说，我先跟你们说说，光是进入血鹰卫后能够得到的3重待遇。3重待遇？血鹰卫的3重待遇，第1重是血鹰战甲。战甲？你们先认主，穿上试试。这是一件战甲，竟可以提升攻击威能。看来你们都感受到了，这血鹰战甲之所以说是血鹰卫拥有的3重待遇之一，便是因为这血鹰战甲不仅防御能力极强，最重要的，它对攻击威能还有一定的加成。这血鹰战甲
是我东土大唐皇室独有，每一件战甲都以无比巨大的代价将一重特殊禁制融入战甲之内。你施展攻击时，战甲内部的禁制便会催动，对你的攻击威能有明显的提升。当然了，你们两个现在只是1爪血鹰卫，能够得到的也仅仅只是1级战甲。如果今后你们升到2爪或是3爪血鹰卫，得到的2级战甲、3级战甲，那对攻击威能的提升幅度将会更大。据我所知，那3级战甲足以令一个人的攻击威能硬生生的提升1倍有余。1倍有余？这血鹰战甲为血鹰独有，战甲上独有的特殊禁制能让一个人认主，也就是说，外界的人哪怕是杀死了1名血鹰卫，得到一件血鹰战甲，也没法第2次进行认主，到其手中就成了鸡肋。还能这样？好了，这血鹰战甲你们以后慢慢体会。现在我带你们去血鹰卫的宝库，这宝库也是血鹰卫所拥有的第2重待遇。宝库蕴含无尽珍宝，尽管护龙军内同样也有着宝库，但跟血鹰卫的宝库比起来，却完全是2种概念。血鹰卫宝库中的众多宝物都是东土大唐皇室的收藏，拥有的宝物质量，即便在整个万古界里边，能够比得上的也没有几个。你们自己先进去看看吧。新兵血风，我是这宝库的器灵，这宝库中的宝物应有尽有，你需要什么可以直接跟我说，我会将满足你所需条件的宝物清单给你。器灵？我想知道这宝库当中的宝物都是用什么兑换的？用神晶吗？可以用神晶兑换，但价值却要高出不少。而正常情况下，宝库当中的宝物都是用积分兑换的，这积分可以通过完成任务去获得。你刚进入血鹰堡，还没开始接受任务，所以你现在的积分为0。现在的你只能用神晶兑换宝物。我需要一种可以隐藏自我气息的宝物或是秘术，能让那些实力极强的永恒境乃至道尊都看不出我的具体境界来。能够完美隐匿你自身气息，令道尊强者都没法看出虚实的宝物，一共有5种。这是那5种宝物的清单，上面有他们详细的介绍。好家伙，这5件宝物果然都可以令我完美隐匿气息。这门秘术倒是不错，需要的积分是5件宝物当中最少的，也比较容易掌握。可惜这门秘术顶多也只能瞒过那些最普通的道尊，稍微碰到强一些的，估计又瞒不住了。这件宝物只能瞒过一般的道尊。气息完美转化，连顶尖道尊不仔细查探的话，也看不出虚实吗？1万积分，这么贵？1万积分需要多少神晶啊？在血鹰卫，1万神晶可以兑换1积分，1万积分的话，就需要1亿神晶兑换。1亿？行，1亿神晶，这阴阳镜我要了。如何？还不错。刚刚的宝库便是你们身为血鹰卫所能得到的第2重待遇，而接下来我再给你们介绍第3重，也是这3重待遇当中最吸引人的神海。神海终于来了吗？修罗，看你的样子似乎之前听说过神海。我老早便听说过神海，知道这神海就相当于一场造化，任何一位血鹰卫都可以无偿进入神海当中一次待上1个月的时间，而1个月后从神海当中出来时，不管是谁，实力一般都会有巨大进步，甚至是大突破。大突破？你说的没错，这神海
就是一场造化。血鹰卫具备的3重待遇，别看刚刚的宝库内珍宝无数，可实际上这3重待遇里面，神海才是最重要的，价值也是最高的。神海几乎是倾尽整个东土大唐的底蕴，耗费无尽的代价创造出来的。在东土大唐里，能够有资格进入神海当中的人可并不多，而血鹰卫毕竟是皇室手中重要的底牌之一，所以任何一位血鹰卫都有资格去神海当中待上1个月。别小看这1个月，正常情况下，一名血鹰卫去神海当中待1个月所耗费的代价，绝对比很多6部永恒境全部身家要多得多，那根本是一个天文数字。在那1个月里，哪怕是那些天赋一般甚至没什么天赋的血鹰卫，在实力上都可以取得巨大的进步。而血鹰卫中一些真正的强者，一些天才，甚至是一些古怪，他们若是去神海当中待上1个月，进步则会更大。像你们2个仅仅天神便能够进入血鹰卫，这般天赋去神海当中待上1个月，肯定会有无法想象的收获。这空间虫洞便链接着神海，我已经跟统领大人传讯了，这空间虫洞马上便会开启，让你们进入。等进去后，你们便好好抓紧这1个月的时间。至于1个月后到底能够进步多少，便看你们各自的造化了。这便是有着莫大造化的神海。如此一座血海，也不知道东土大唐皇室是如何将这神海给弄出来的。不过不管怎么样，只要对我的实力有巨大帮助就行。这种感觉好舒服呀！不可思议，这神海简直不可思议。1个月这么快就过去了。在进入神海之前，我化为古神，全力催动血风剑威能之下，也仅仅可以跟一般的第6部永恒境强者扳扳手腕而已。可现在我的实力提升太多了，即便不需要动用血风剑的威能，一般的第6部永恒境我也能够轻松面对乃至击败。若是动用血风剑拼起来，第6部永恒境当中能够在实力上碾压我的也绝不会太多。血风，恭喜你。恭喜什么？你不也是一样吗？也是啊。你们2个出来了吗？感觉怎么样？感觉很好。我原以为我要突破达到永恒层次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可借助神海的奇特，我一举便突破了，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有了巨大的提升。我提升也很大。这神海你们2人都可以无偿进去1次，但想要再进入第2次就难了。不知想要再进去1次需要什么条件？10万积分，而且只能用积分支付，不能用神经代替。10万？在血鹰卫内，一般的完成一个相对简单的任务，可以得到1-2千积分，难度大一点可以得到4-5千积分，而10万积分，大多数血鹰卫执行数万年任务都凑不出那么多神经来。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神海的确是奇特万分，但同样也有着一些缺陷。先说第一点，便是代价太大了。一名普通血鹰卫在其中潜修1个月，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就是因为消耗太大，所以需要的积分才那般高。此外，神海也只对道尊以下的武者有用，那些实力强劲的道尊
哪怕在神海内潜修个数年乃至数十年，所取得的进步，估计也微乎其微。原来是这样。哎，对了，这神海如此神奇，但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啊？创建这神海之人，便是我东土大唐那位神秘的国师大人。不仅仅是这神海，还有你们穿着的血鹰战甲，其实都是那位国师大人弄出来的。国师大人？这位国师大人据说来历非同寻常，而且拥有通天彻地的手段，在东土大唐内地位极高。纵然是东土大唐现在的掌权者冷帝大人，对这位国师大人似乎也异常尊敬。好了，血鹰卫的3大待遇我都带你们走了一遍了，接下来我带你们去住的地方。至于交接任务所在的鹰堂，你们自己去逛吧。我现在仅仅只是依照血鹰卫，在血鹰卫当中属于最低层，还是新兵。凭我现在的身份所能够接触的最高层次的任务，也仅仅只是死亡级任务，能够接触到的人物也有限。而我要是想尽早见到冷如霜的话，就得以最快的速度赶上。爬得越高，见到冷如霜的机会也就越大。开始吧。雪峰，我听说你今天接任务了。接了。什么级别的任务？死亡级。雪峰，你刚刚说什么？你接了死亡级的任务？对啊。那你是准备找谁联手吗？联手？不，就我一个。那个新来的，听说他才刚突破到永恒境，而且还是在神海内突破的，刚突破便独自一人接死亡级别的任务，哼，这真是找死啊！死亡级别的任务，想要完成那等任务，最起码都需要第6部的实力，连很多2爪血鹰卫都不敢独自去接，他凭什么？他能以天神层次加入血鹰卫，那就应当具备第4部战力了，的确很了得。后来经过神海1个月，实力大涨，且突破达到永恒层次。我估摸着他的实力应当已经达到第5部了，甚至第5部顶端。可单单这份实力，可没资格去独自完成死亡级别的任务。人家就是这么自信，你能怎么样？哼，自信？我看是愚蠢。雪峰，需不需要我出手帮你？不用，我自己一个人够。任务上一共有10个目标，个个都是第6部的永恒境强者，而我只要想办法斩杀其中的3个，便算完成了。这府邸当中那所谓的韩大人，自身实力倒是不弱，但是保命能力不怎么强，以我的实力，要杀他几率很大。什么人？先用少帝剑跟他激战磨练一番，然后再动用血风剑直接灭了。杀！这血峰，听说他独自一人，接下来一件死亡级别的任务，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还能怎么样？能够活下来就不错。至于任务嘛，慢慢来。反正鹰堂的任务时限一般都很长的，等今后他实力更强了，再慢慢去完成这任务。可血鹰卫的规矩，一个任务既然没有完成，他就没有办法再去接其他任务吧？的确是这样，可这又能怪谁呢？要怪，只能怪他自己太过自大了。交接任务。什么？交接任务？我没听错吧？他说的真的是交接任务，而不是放弃任务吗？来交接任务，那岂不是说他接的那个死亡级别任务已经完成了？真的？这竟然是真的！这血峰竟然真的独自完成了一个死亡级别的任务，而且他还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1个月？怎么可能？就算是2爪血鹰卫，也不可能在短短1个月时间里，便单独完成一个死亡级别的任务吧？难道是运气？大人，
按照您所吩咐的，这罗氏一族所有核心强者弟子已经全部被诛杀。从今晚开始，东土大唐的众多氏族里边，不会再有罗氏了。罗氏一族覆灭，我这花了足足3年的时间的任务总算完成了。完成这个任务，加之我之前的所有完成的众多任务积分，全部加起来，应当已经达到3爪血鹰卫的门槛了吧？哎，听说了吗？那个血风竟然单独完成了一件灾难级别的任务。灾难级？怎么可能？哎呀，是真的。他今天到这交接任务，那么多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好家伙，从这血风进入血鹰卫到现在才15年吧？可这15年内他都做了什么呀？接任务，疯狂接任务，每次都是单独接的任务，却最后还都完成了。15年时间到现在，他已经单独完成了14件死亡级任务。这14件死亡级任务里边，其中任务积分在5000左右的比较简单的死亡级任务，一共只有6件，还有8件，那个都是任务积分在8000左右的极难的死亡级任务。现在，他竟然又独自完成了一件灾难级的任务。我的天！疯子，这血风根本就是个疯子。真是疯子，一个可怕的疯子。他之前完成了那么多次死亡级任务，那任务的积分都归他一个人，现在又单独完成了一件灾难级任务，得到的积分更多。不出意外，他进入血鹰卫后得到的总积分，应当已经达到3爪血鹰卫的门槛了吧？如果按积分算的话，的确达到了。3爪血鹰卫，我们整个血鹰卫里边之前也只有17位，看来马上就要多出第18位来了。而且这血风崛起速度还这般迅速，太快了，他的进步速度太快了。这血风真是个怪物。灾难级任务没有第6部顶端战力，根本别奢望去单独完成。可是这剑无双却完成了。这剑无双当初在天神层次便可以击败下族的夏燕，战力应当已经不弱于第5部永恒境。来到血鹰卫之后，直接突破永恒层次，且在神海当中受益匪浅。可我估计他的战力应当也只是勉强到达第6部而已。可是我没想到的是，他的进步速度竟然会如此的离谱。短短15年的时间，尽管借助了血鹰卫的众多磨练机会，借助了血鹰卫宝库当中的众多宝物，但是15年的时间能够进步如此之多，依旧堪称不可思议。这个小子是一个真正的妖孽，我血鹰卫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绝世妖孽。这样的顶尖妖孽，就算在整个万古界估计都没几个。但我所知的天才当中，唯有一个能够比他更强的，估计就是夏族的那位大公子了。从今以后，那小家伙便是3爪血鹰卫了。起令，所有在外执行任务的3爪血鹰卫，放下手中的任务，立即返回鹰巢。血风大人，这是您的战甲。3级战甲，果然提升了足足1倍多。在血鹰卫的15年，我的实力也提升了不少。现在要得到这3级战甲，我的整体实力将再次提升一个层次。现在的我，只要不碰到道尊强者，其他的不管碰到谁，我都丝毫不惧了。血风，你听说了吗？几日前，统领大人亲自下达命令，将那些在外执行任务的3爪血鹰卫们全部召集回来了。听说了，老的。3爪血鹰卫啊，所有血鹰卫里面也仅仅只有18位，这还是加上你的原因。除了你，剩下那17位3爪血鹰卫，我还从未见过。据说他们大多一直在外执行机密任务，很少返回鹰巢。不知道这次统领大人这么着急把他们全部召回来，
到底是为的什么呀？薛峰大人，统领有令，让您立即去见他。统领召见。这些人，这应当便是那17位三爪血鹰卫了，加上我则是18位。诸位，你们大多正在外面执行任务，是接到本座的传讯，这才立即赶了回来，辛苦了。对了，那是血峰，15年前进入血鹰卫，现在跟你们一样，也是三爪血鹰卫，你们也彼此认识一下。好了，言归正传，本座这次如此焦急把你们喊回来，原因只有一个，便是这个血色任务卷轴。地狱级，竟然是地狱级任务，怪不得会这般紧急把我们召回来了。地狱级任务，我虽然不曾接过，却也听说过一些。血鹰卫自在东土大唐内诞生以来，一共就布过4件地狱级任务。第1件地狱级任务，接受任务的一共5位三爪血鹰卫，结果5位三爪血鹰卫全部身死，任务失败。第2件地狱级任务，只有2位三爪血鹰卫出手，结果一死一重伤，重伤的那位还是因为修炼了分身秘术的关系，任务依旧失败。第3件地狱级任务，足足11位三爪血鹰卫出动，结果陨落9位，只有2人侥幸活了下来。不过那次任务倒也勉强完成了。第4件地狱级任务，8位三爪血鹰卫出动，结果才刚到任务地点便被对方察觉，随后道尊亲自出手，那8人全部身死。地狱级任务大多会有道尊掺和其中，历史上4件地狱级任务，仅仅只有1件是侥幸完成了的，其他3件都以失败告终。且每次去完成地狱级任务的血鹰卫，9个里边一般会死掉8个。而现在我们面对的便是血鹰卫历史上第5件地狱级任务。诸位，这地狱级的危险程度不用本座多说，你们自己也都清楚。不过这任务既然下来了，总得有人去冒险去拼，而且富贵险中求。这地狱级任务虽然危险，但若能够完成，你们能够得到的好处也绝不会少。别的不说，单单完成这任务的积分便足足有30万，而且完成任务之后，冷帝大人还会有不少额外的赏赐。统领大人，不知道这次地狱级任务的内容是什么？任务内容嘛，本座现在手中虽然有着地狱级任务的卷轴，但任务内容到底是什么，本座也不清楚。本座只知道这任务是由东土大唐的掌权者冷帝大人亲自颁布的，而且还跟公主殿下有一定的干系。公主殿下，这次的地狱级任务跟冷无双有关。具体的任务内容，本座会带你们前去见冷帝大人，让冷帝大人亲口告诉你们。而现在你们自己决定吧，愿意接受这次任务的站出来。酒醉，本座就知道，只要此事关系到那公主殿下，你肯定会出面的。这次的任务非同小可，本座不希望麾下的三爪血鹰卫在这次任务当中死伤太多，所以这次任务的人数限制在4人以内。酒醉就不用说了，他肯定要去的。其他几个人呢？玲珑一直在接灾难级任务，一点意思都没有。难得碰到一件地狱级任务，又岂能错过？紫雕、水镜，你们2个呢？富贵险中求，如此巨大的机缘，当然得尝试一下。对。雪峰，你也要去参加这次地狱级的任务？对。
你可知道那地狱级任务的危险？你才刚进入血营卫没多久，而且进步速度异常的快。以你这等进步速度，只要保持下去，今后前途无量，又何必去这地狱级任务冒险呢？统领大人，若是按照您这样说的话，我当初又何必进入血营卫？就老老实实待在护龙卫里面，维持皇城秩序，岂不是要安逸得多？你说的倒也没错，进入血营卫本就是冲着历练冒险去的。不过现在你们5人都想要接这个地狱级任务，但这任务限制为4人，你们当中必须有1人放弃才行，这可如何是好啊？统领大人，此事很简单，地狱级任务凶险异常，若是实力不够去参加这任务，那就跟送死差不多，所以自然是派实力强的去，实力弱的留下来。雪峰，你才刚刚成为3爪血营卫而已，很多高层次的灾难任务你都不曾接触过，哪有资格跟我们一同去参加地狱级任务？所以识相点，老老实实的站回去，别出来丢人现眼。你说的没错，实力弱的不派去参加这次任务。不过你怎么会知道我便是这其中实力最弱的？难道这实力最弱的不可能是你吗？小子，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小子，好胆！竟然挡下了！这小子怎么可能？扭曲！不可能！我就不信了！怎么会？小子，竟然拥有可以直接攻击人意识的手段！我一时不察，竟然着了你的道，真够阴险！我不服！若不是你那阴险的手段，赢的肯定是我！不服吗？够了！统领大人，我不服！这血峰只是依靠那阴险的意识攻击类手段罢了，若论真正的实力，他绝对比不过我。哦，是吗？刚刚若非血峰手下留情，你认为你还有命吗？我，哼，败了就是败了，还想狡辩？而且，你以为血峰不动用那意识攻击的手段，就赢不了你吗？这血峰实力很强，的确很强。刚刚那一战，他至始至终都只是被动防守罢了，根本没有展露出全部实力来。但仅仅只是随便展露的实力，都可以轻易击败紫雕。根据我的估计，他真正实力在我们这些3爪血营卫里面可以排进前5。前5？我看不止，就他那份从容，说不定有前3的实力。这紫雕败了还不服气，哼，真是可笑。好了，就按紫雕你所说的，实力为尊，谁实力强，便去参加这次地狱级任务。而你现在已经败给了血峰，接下来你若是不服气，大可以继续挑战九罪、玲珑、水镜他们3个。只要你能够击败他们3人当中的任何一个，这次地狱级任务你依旧有机会去。怎么，不打算挑战了吗？既然如此，那这次去执行地狱级任务的4人已经决定了，分别是九罪、玲珑、水镜以及血峰。至于其他人没什么事的话，都散去继续执行之前的任务吧。这次的任务非同小可，你们4个虽然都有着不俗的实力跟自信，但是还得做好心理准备。跟我走吧。统领大人，不知我们要去哪儿？
这一次的地狱级难度任务是由冷帝大人亲自布的，我也不知道任务内容，所以我现在自然是带你们去见冷帝大人。冷帝大人，这还真够大的。我修炼至今，那些大宗门大势力去过不少，可是这东土大唐的皇宫，我还是第一次来。那只能怪你一直接那些无比凶险的历练任务。像我跟酒醉，曾经为了保护各自的目标，在这皇宫里面都居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酒醉他的梦中情人，也都在这皇宫之内呢。梦中情人，便是那位被称为万古界第一美人的公主殿下。万古界那般巨大，能够被称为万古界第一美人，我真好奇啊，那位公主殿下到底是何等的国色天香？公主殿下的确是我一生所追求，不过我有自知之明，像公主殿下那般神仙般的女子，并不是我这等小人物能够觊觎的。既然如此，那为何一听说这次任务跟公主殿下有关，你便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了？那不同，我想要的绝非是公主殿下能够跟我在一起，而是能够为她付出一切。对我来说，只要是能跟她有关的，即便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我都会豁出命，不顾一切地去完成。哪怕至始至终，公主殿下都不承认我，不知道我是谁，甚至不知道我为她做过什么事，可我依旧会很开心。真是傻子。吃人。到了。她便是冷无双的母亲，萧帝前辈的妻子。可怕，这个女人太可怕了。冷帝大人，前去完成这次地狱级任务的4名三爪血鹰卫，我已经带来了。果然，有其女必有其母啊。哼，竟然连本尊都差点被你瞒过去。洪统领，这便是你挑选的4位三爪血鹰卫，怎么其中还有1位天神啊？什么？天神？雪峰他是天神？怎么可能？冷帝大人，我的确是天神，但我也是货真价实的三爪血鹰卫。哦，冷帝大人，这血峰的确是靠自己的实力完成各种艰难的任务，从正常渠道升为三爪血鹰卫的，而且在来的时候，他还正面出手击败了另一位三爪血鹰卫，实力上绝对没有问题。既然实力上没问题，那就算了。不过一个天神能够成为三爪血鹰卫，倒是难得。好了，言归正传，这次找你们前来，只因一件特殊的任务。至于任务内容，等会儿自然会有人跟你们说明。起来吧。哈哈，老三，王源老大。怎么，你们认识？啊，冷帝大人，这位是我在千古界的好兄弟。自从他多年前独自离开千古界，到这万古界来闯荡之后，我便再也没有见过他了。现在再次见到，自然惊喜，所以才会这般失态，还望您不要见怪。无妨，那就由你将这次的任务详细的情况告诉他们吧。是。这次的任务起因来源于公主殿下。公主殿下体质非常独特，就因为这种特殊的体质，她的身上怀着一种剧毒，这剧毒几乎无解。漫长岁月来，公主殿下都被身上的剧毒所折磨，到了现在，公主殿下体内的剧毒更是演化加剧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现在公主殿下急需一颗丹药去稳定体内的毒性，但这颗丹药等级极高，高出你们的想象。在整个万古界，有能耐炼制出这种丹药的绝对不会超过3个人。且别说炼制这丹药的炼丹师了，单是炼制这丹药所需要的药材便无比珍贵罕见。在炼制这颗丹药的众多材料当中，其他的材料还好，以东土大唐的能耐，完全可以想办法弄到手。
唯独缺少一种最珍贵也是最重要的材料——阴阳龙凤果。阴阳龙凤果，这阴阳龙凤果在万古界几乎已经彻底绝迹了。早在很多年前，东土大唐便已经派人暗中搜寻阴阳龙凤果，可一直没得结果。直到不久前才有消息传来，说很久以前一名叫做孔明的永恒境曾机缘巧合下得到过一枚阴阳龙凤果。后来又查出，这位名为孔明的永恒境在5万年前被人追杀，无奈之下逃入了星辰雾海，从此再无任何踪迹了。而现在需要你们做的便是前往星辰雾海，找到孔明，从他手中将阴阳龙凤果弄到手。任务内容便是如此。当然，这次任务非同寻常，本尊也会给你们1年的时间准备。这1年里，你们可以去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尽量去完成。本尊给你们每人体内都种下一重禁制，这1年时间里，你们不得将这次任务的内容透露任何人知道。1年后，你们4人也必须出去星辰雾海，若是违背，这禁制便会直接抹杀你们。考虑到这次任务非同小可，为了让你们有更多的机会完成这次任务，本尊会提前将赏赐的东西给你们。这次任务，本尊给你们的额外赏赐是每人1柄地神兵。地神兵？地神兵？说吧，都需要什么类型的地神兵？本尊现在便可以给你们。冷帝大人，我需要1柄长枪，尽量重一点。我需要长鞭，没什么其他要求，只要趁手就成。哦，我要战刀，最好是锋利无比那种。你呢？冷帝大人，不知道我能否换件赏赐？那地神兵对我没有太大用处。看不上地神兵，看来你自身就有趁手的地神兵吧？可以更换，但价值只能跟一件普通的地神兵相当。说吧，你想要什么？冷帝大人，我想再去那神海一趟，不知是否可以？神海？你仅仅只是天神，那神海对你用处的确极大。既然如此，本尊便允许你再次进入神海一趟，且时限为2个月。多谢。好了，都下去准备吧。记住1年后必须要前往星辰雾海。没想到这次的地狱级任务竟然是去那星辰雾海。星辰雾海，不归海，第2绝地啊！那星辰雾海虽然危险，但应当也还有一线生机才对。雪峰，好小子，你竟然连我都瞒过去了。可惜了，以你的天赋，原本今后该前途无量，可是这次，你们几个等到了那儿都尽量小心，能否完成任务另说，得想办法活着走出来。好了，不多说了，都去准备吧。老三，方圆老大，多年不见，你是不是更胖了？听说你现在还是东土大唐的首席炼丹师，混得真够可以的。你怎么知道的？我之前在紫荆岛见到老二了，他告诉我的。原来如此。走走走，跟我喝酒去。哎，别急别急，王源老大，我有件事儿想问你。说吧。你刚刚在大殿内说，那阴阳龙凤果是给公主殿下，也就是冷如霜准备的。那冷如霜体内的冰心蛊毒现在很严重。很严重。那如果没有得到阴阳龙凤果，他会怎么样？如果没有阴阳龙凤果，就没法炼制出大紫微丹来，那就无法根治公主殿下体内的冰心蛊毒，结果他会死。会死？王源老大，你现在好歹也是东土大唐的首席炼丹师，连冷帝大人都可以见到，那你是否可以想办法带我去见见冷如霜？见公主殿下？我可以带你去她居住的地方，但能否见到她，得看她愿不愿意见你了。那好，现在便带我过去。劳烦给公主殿下通报一声，就说王源求见。王大人，
公主殿下早就吩咐过，不见任何人。这近100年来，公主殿下一直待在里面，即便是冷帝大人都很少见到。所以，王大人还是请回吧。你去跟公主殿下说，就说是他的故友剑客求见。剑客？故友？哦，2位大人请稍等。老三，你说他会不会见你啊？不知道。2位大人，公主让我带你们进去。哎呀，老三啊，看来你在公主殿下心里还是有些地位的。据我所知，在这上百年里，有不少人求见过公主殿下，可都没能真正见到她的。怪不得万古界这么多青年才俊都对她这般痴狂了。她也的的确确值得那些人痴狂。好久不见。是有一段时间没见了，没想到你的进步度竟然会这么快。我能查探一下你体内的冰心蛊毒吗？可以。果然又散逸了，竟然逸散了那么多了。你别动，我先替你转化看看。能行，不过这只是逸散出的冰心蛊毒，那封印内的冰心蛊毒比逸散出的要浩瀚得多，而且似乎也更强些，不知道我能否转化。不可能！这太强了，他体内封印的那些冰心蛊毒毒性太过可怕，凭我现在的能耐根本没法转化，除非是我再次突破达到永恒境。不，永恒境也不够，我得达到道尊，成为道尊，才有可能去转化他体内的剧毒。老三，这怎么回事？剑无双，没什么，那毒我现在也没办法，顶多只能替你转化逸散出来的剧毒。我明白了。很久不见了，我替你弹曲子吧。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过段时间我再来找你。放心吧，你体内的毒，我一定会替你解除的。我相信你。黄元老大，我问你，冷如霜体内的毒，若是一直这样加剧下去，他还能活多久？顶多300年。那如果有阴阳龙凤果呢？如果有阴阳龙凤果的话，便可以炼制出大紫微丹。它的冰心蛊毒虽然强烈，但大紫微丹那个等级的丹药足以抑制，他少说可以多活10万年。当然，大紫微丹只能抑制，可真正要清除，还是得想其他的法子。10万年，足够了。10万年漫长无垠，以我的能耐，10万年内绝对可以成为道尊，到时候便可以一步步去转化他体内的剧毒。现在当务之急便是想办法得到阴阳龙凤果，300年内这阴阳龙凤果我一定要得到。星辰雾海，哼，哪怕是阎罗殿，我剑无双也得去走上一走。小师弟，你现在在哪儿？我在东土大唐的皇城呢。在皇城？哈哈哈哈，那正好，我现在在幽鸿府银城之内。这里正在举行一场规模极大的拍卖会，这拍卖会会持续数天时间。你若没什么事的话，就到这来走上一遭吧。我给你准备的见面礼，就会在这拍卖会上拍卖。见面礼？大师兄给我准备的见面礼，就在那拍卖会上。大师兄应当也在那些贵宾室当中吧，就是不知道是哪一间。这是无心神功的信物。对，是他，不会错的。据说无心神功一共有9件信物流传在万古界，没想到今日会在这儿看到一件。无心神功啊，那里边机缘可不小，这信物价值非凡。第一件压轴宝物竟然就是这等宝物。诸位，第一件压轴宝物便是这枚令牌。这令牌是传说中无心神功的信物，
通过这信物可以进入无心神宫，获得莫大机缘。现在这令牌开始拍卖，起拍价1亿神晶。1亿神晶，2亿神晶，5亿。无心神宫，地神兵，而且还不是普通的地神兵，好强的威能，这绝对是巅峰层次的地神兵。好家伙，第一件压轴宝物是无心神宫的信物，而这第2件宝物竟然是巅峰层次的地神兵。好东西啊，可惜是巨斧，并非我所擅长的，给我也没多大用处。这柄神兵我一定要得到，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这巨斧是我的，快，立刻从族中给我想办法，给本座调集更多的神晶来。本君一定要将这巨斧买下。诸位，接下来要拍卖的便是本次拍卖会最后的压轴之物了，便是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3幅画卷。这3幅画卷是一套阵法，确切的说是一门剑阵。剑阵？难不成是？这剑阵有个名字，叫做9天剑阵。9天剑阵，竟然是9天剑阵！这，快吩咐族内替我准备充足的神晶。9天剑阵竟然出现在这里，不管如何，一定要想办法弄到手。这9天剑阵是一门无比复杂强横的剑阵，且这剑阵还是由2位绝人物共同创建出来的。这2位绝人物之一，便是那位被称之为剑道第一的至高强者旭日剑帝。旭日剑帝，万古界剑道第一，竟然是他！旭日剑帝，叔父，那位旭日剑帝真有这般了不起，值得您这般郑重吗？哎呦，旭日剑帝，那就是一个怪物。多年前，我曾经见过他一面，也亲眼见到过他出手，而当时这怪物仅只用1剑，便斩杀了一位实力比我还要强上很多的道尊。你说他有没有资格令我这般郑重啊？这9天剑阵的确是那位旭日剑帝跟人联手创出来的，价值不可估量。我现在手中还有些神晶，但不知能否将它给买下来呀？除了旭日剑帝之外，创造这9天剑阵的第2位绝人物，便是那位曾经被誉为万古界第一阵法大师的灵道尊。这2位联手创出了9天剑阵，这剑阵以旭日剑帝的惊世剑术为基础，又加上了令道尊在阵法上重重造诣，才创出了这堪称万古界的第一攻杀剑阵。